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调频我们本身的能量哦，然后来去加速我们的好运进行。有时候啊，我们在大众占卜的时候，大家就是会觉得有时候特别准，然后就会希望可能即将要发生的好事可以来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呢，也有生活上面不尽如意的地方，例如说，可能我们频率忽高忽低的，然后可能会发生一些事件，让我们没办法一直维持在这样子的状态。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来做个调频，也是希望可以迎接我们的好运，然后让我们可以相信，充满那个信念，相信我们的生活正在一点一滴的变好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说，任何的占卜啊，它本身的能量其实是在于说个人的心念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可能性的发展。对，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心念，你的本身的信念是什么，你就会创造你未来的道路。所以不是说，我们命中注定可能怎么样，就是也许命中注定会有这些事件，但是我们的看待的角度不同的时候，就会发展成不一样的状态。那这就是要特别来去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一块哦。譬如说什么呢？像我记得前几年不是疫情嘛，那时候有要打疫苗，然后在打疫苗，我们就会很担心嘛，因为那时候要打第一剂的时候，就会很担心说有没有要注意什么啊，有没有副作用。然后因为我在塔罗就是占卜上面不错，我另外一个不错的占卜的方式是易经，我易经的占卜我也是很不错这样。然后我就算易经，然后就算发现明天可能会发生就是不如意的事情，然后心想打个疫苗为什么会有出现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发生什么状况吗？结果因为就是有跟学校合作，公务人员会比较快打得到这个疫苗，所以我们有跟一些老师一起就是分配到某一个地方要一起施打这个疫苗。然后呢，就我前一天这样子算出来不 OK 嘛，我就想说怎么会？然后结果我到现场要去这个地方报道的时候，他要去看我的名字，然后去查出来有没有我这个资料。结果我的名字竟然没有出现他们的资料上面，然后就变成是说我是不能打的。对，然后可是我那一天，因为我前一天已经算出来这样子嘛，然后隔天我就有这个预感，我就知道哦，可能是有这样子，那没关系，那看他能做到怎么样的程度，我就也没有为难，就是工作人员啊，然后说哦，那这样子吗？那是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他也很客气的帮我去查询，发现我的资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有可能跑两三个学校，然后其中一个学校是已经帮我报名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没有跟我的这一群老师是同一个地点要打疫苗。但是因为我很客气，我心态也调整的很好，我在想说，如果没有先占卜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个预备，然后我的心情可能会很紧绷，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担心啊、不安的那个情绪会比较有被拉起来这样。然后知道这样子的状态之后呢，我就我就也没有为难这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哦，那没关系，那看我可以怎么做，还是我现在要赶去那个地方嘛？因为是同一天要施打的，这样子的确对我是一个很麻烦，而且很担心没办法打到这个疫苗。
那个工作人员也很好，最后我是顺利的施打也排进去了，不然我可能就是还要在那个时间内再去很远的一个地点，然后再去做这个疫苗的施打，所以也算很幸运，对，然后也很顺利的跟我的这一群老师们一起施打这个疫苗。那我要讲的就是心念的改变，就会去改变你未来的发展。所以有这一次的这个占卜，就是无论现在你的生活状况是如何，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将未来的一个好的时间线握在手中，然后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它让你突然低落，那没关系，你要意识到说，这个低落的情绪是你自身本身的吗？还是其他人给予你，让你突然好像变得好像不是你自己，好像是说你因为了整个能量突然低落，然后你也莫名的疲惫。那这个层面当然也有很多可能，例如说能量吸血鬼啊，或者是说你跟别人的能量场重叠，例如说搭火车的时候，或者是大众的交通工具，然后能量场重叠，你就会觉得很疲惫，或者是你去很多人的地方，这样子都会影响到你突然低落的这种情绪，所以也要看你的这种状态是什么。那大家在近期，因为现在的能量场是很快速的，如果能够定住自己的内心的话，其实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练习一些方式来让自己更稳定哦，例如说冥想啊，然后静坐，切断自己跟别人的能量场的这些能力。对，那没有办法的话，就是注意自己的念头，吃好穿好，对自己生活的这种状态保持好就好了。好，那眼前呢有我们三副牌组哦。从左至右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那选好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解牌环节哦。我们一起来调频我们的运势的状态。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权杖六哦。那这指示牌呢，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对应的星座可能有哪些哦。有摩羯座，然后可能有一些双子哦，对，双子座，还有一些天蝎，对，摩羯座的能量，巨蟹座，天蝎，处女座。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可能对应的星座有哪些呢？有牡羊座，有双子座，对，摩羯座，真的很多摩羯的能量啊。好，那星座只是参考，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可能是怎么样子的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好，权杖十，权杖侍从，太阳牌，圣杯侍从，很好哦，权杖五。近期第一副牌组的能量呢，其实有部分朋友已经离开了原先的一个环境哦，这个原先的环境可能让你感觉到特别疲惫，然后你已经从那样子的能量场逐渐的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来哦，就是你会开始注意到自己想要的状态，然后会用比较坦荡的方式去看全面的事情，对，然后你也不会再被过往的一些
事情给绊住了，就是有一些困难啊，你是可以很看得很清楚，到底全面性的、整体性的发展会是怎样，所以你不会跟别人再去纠缠很多很内耗的事情。之前可能会觉得很内耗，就是会去想很多，想要去把以前的事情做好，也不是说你现在不做好，就是你会放很多事情心力在别人的身上，然后或者是你会拿别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来去往前走。但是现在的你啊，就是把这些不属于你的能量给释放掉了，然后你就拿着这一根权杖往前迈进哦，然后你也在这个途中呢，去看到了很多的可能，然后你会注意到，哎，其他人在可能争执啊，或者是他们的能量频率不大对劲的时候，你有注意到，但你不会掺和进去了。对你，所以你现在的状况是背对着这种，可能他们还在小孩子那种打架那种感觉哦，有点幼稚的行为，可能就是他们那一群团体会陷入某种状态，你是有感受到的，你直觉你感受到但是你不会想要去参与它，你不会想去关心他们在争执什么。对，所以你会关心的是如何让你感到快乐。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两张权杖就是让你聚焦在你觉得开心的层面，然后这也是两个小孩子，侍卫也是本身是代表一种孩子气的那种内心形象，所以其实近期的你们啊，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其实你们是更愿意将自己的内心去用新的眼光去看，外在世界的，然后会在里面找到一种崭新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祝福啦，因为你们希望自己的内心聚焦可以是一种崭新的，然后是一个翻篇的能量，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种状态。过去的这件事情也算一种结束了，你不会再去跟这样子的争执啊，或者是充满内耗的这种层面再去跟他们做更多的连接。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侍卫都跟争执这一端是背对的哦。你们是更聚焦在你们的快乐上面，所以也是很好诶。你们这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会未来很多事情你会很果断，然后很多事情都会朝着欣欣向荣，然后朝着向光的那个地方前进哦。就是你们会，我觉得这一块也是象征说，某一种层面灵性的角度的话，你们的灵魂也正在扬升，不断的用光来洗涤你们身上的一些杂质，然后去无存精的这种感觉，然后去体谅到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很多状况，你们是能理解的，只是你们自己有自己的选择，你们愿意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相处哦，然后用点燃自己的热情，然后去发挥自己的热血，然后发挥自己的能量，这是你们很棒诶，就是会聚焦的这个层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一副牌组其实权杖的能量很多，虽然摩羯这一副牌组的朋友可能很多是刚才我们对应到摩羯的还有处女、金牛这层面，但是你们未来是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行动力哦，然后或者另外一个层面是，这副牌组的朋友要发展自己的行动力，然后去做出很多的创造性的可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未来迎接的好运是什么？要如何迎接我们的好运呢？那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宇宙有什么要提点我们的地方？好，黑桃六，红心八，好，梅花 J，方块二，
黑桃 K。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在近期的能量，因为我们被黑桃给包围住哦，所以在近期的能量其实或多或少是需要智慧来去面对的。最近的你们还是有一些挑战会出现的，那这个挑战啊，比较是在于说，你可能有清楚知道你本身个性上面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需要你自己察觉，然后去转化的。我另外一种层面应该是要讲说，你会察觉得到，你应该要跨越某些你长期以来发现的一个障碍。那个障碍可能是我挥别不了我的前任，或者是我挥别不了我曾经伤害我的人。对，因为你们对未来是有向往的，那其实你们的能量是很好的哦，在未来的这个好运啊，是你能克服掉你所 care 的一些杂质，或者是说你意识到你的一些限制性的思维。那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最后一张是我们的牧师哦，这个牧师呢，他是有代表一种像审判牌，还有像命运之轮，还有世界牌这样子的。那还有英国的正义牌，这一张牌比较沉重一点。那这个沉重呢，是我能感觉得到第一副牌组会跨越掉你之前的一个障碍。那个障碍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察觉出来的一个放不下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呢，你是可以去跨越掉的，然后你是能在里面察觉到你自己，所以最终你会找到你自己哦。这个是比较内在的层面，这也意味着你在灵性方面会跃升再更高一阶，你会往你自己想要去的路途前进哦。好，那再来呢是我们的这三张牌哦，它象征的比较是外在的这种状况，就是说你在生活的周围其实会有蛮多人来协助你，那这个协助的状况比较是不大认识的人，就是可能你会感觉到生活中你需要谁来帮忙，就是很热心的人，你总是会遇到很热心的人。对，那或者是说你能感受到生活中很多大大小小的美好的事情。那你这个也意味着是说，你能否去接受别人的好意？你能否有这个眼光去看到别人为你付出，或者是他为这个世界所给予的美好哦？那这一块比较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能否察觉到，即使是陌生人，他对你也是可以保持着这么有善意，感觉到人情味的这种状态。好，那还有我们的 hope，就是说你想要的，它逐渐都在显化到你的生命当中，但是你要去感受。他的眼睛虽然蒙着哦，但是他是用心去感受的。他也许是有点害怕，就是他用了很多想象去思考，说什么时候会到来。那这个是代表说是他会即将来到哦，就是这个好运是会即将来到的。那你要去用你的眼睛，用你的感受去察觉。所以这张象征着说，我们要去调频一个能量，来自于说你有没有察觉到你的愿望一步一步的接近你的生活当中了。对，有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去察觉那个 sign， 那个征兆。对，所以这一张牌就是说，生活中有很多征兆都在告诉你很多好消息哦，很多好的征兆在你周围体现。所以其实你的好运啊，是来自于生活已经为你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呈现在你的周围，这些好运，这些美好的事情，当你感恩你生活周遭所发生的这些征兆的时候，这个能量会加速的扩大你的能量场，让你生活周围都是充满这种感恩的感受，然后宇宙会知道说，哦，你喜欢这个感觉，那它就会加速显化你所想要的这些感觉，因为你在感恩。哇，我今天没想到，我中奖了。
然后中奖这个发票超难对，可是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竟然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帮我去对这个奖，真的很感谢他。虽然这一点点的小事情，你就会感受到你自己的能量和宇宙给予你的能量正在一点一点的改变，正在为你去调频你的时间线，正在调频你的能量，然后正在让你感受到幸福美满，而且不再不安的这种状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让自己的能量突然荡下来，或者是说不满意现在的情形。那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于说，我们会有一个不安的心情，我们对什么事情产生恐惧，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有感恩的心去看待这些征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拥有很多，因为你感恩了，你就在承认你拥有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所以你才会去谢谢别人嘛？啊，谢谢你让我得到了一个可以很快速，然后去兑奖的这种程序和手续。钱这个本身的这个能量呢，它就是一种爱的交换。当你去察觉爱的这个交换的体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做的是一个交换，我不用拥有，我可以给予我的爱，但我也可以接收别人给我的爱。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去流动的时候，你让你的金钱流动，它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未来迎接的好运是什么？好，魔术师哦。当我们去感恩，然后去调频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第一副牌子会获得什么样子的好运呢？第二张是隐士牌，都是大牌哦。第三张也是大牌，星星牌。我们第一副牌组会获得什么样子的好运呢？哦，我们的圣杯十。好，当我们去调频了，让我们的能量得以展现，找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哇，我们的钱币女王，她很好诶，金银财宝都在她周围。好，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显化师的魔术师哦，就是你们能运用你们的想象力，你们能运用你们生活周遭的资源来实践自己美好的前程哦，然后去往自己想要的道路前进。对，然后在这一块啊，真的就是因为你们调频调好了，有这个前提哦，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才叫说我们去调频，然后让我们获得这个好运，我们接收到这个好运哦。所以前三张都是我们的大牌，我们的魔术师、隐士牌跟星星牌，这三张牌都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拥有自己能够显化的能力。对，我们先把自己调整好，你周遭的美好就能实现。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刚才有说，在地球这个时间，能量速度很快，那很多人都正在遭遇自己的一些困难的点，或者是说要去突破的地方。那在这一次的占卜呢，我们需要去调频，也是代表说，我们可能因为大众占卜，很多人会遇到自己可能比较需要去跨越的地方。但是呢，一旦我们可以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能去显化你未来的生活。第一张牌就是这么的安定我们的内心哦，你可以去掌握你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决定你未来每一天希望呈现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会受限在限制性思维，所以这刚才已经有讲说，
你们未来会去跨越你们的限制性思维，其实你已经察觉到了。有些人可能是金钱的一个障碍，限制性的思想是有关金钱观的，有些人是爱情观，那有些人是原生家庭的课题，每个人的课题可能不大一样。像你就会慢慢的去注意到，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点哦。那在这样子，如果你可以去调整，然后在生活中察觉到这个征兆和美好的时候，你就能开始去显化出你想要的未来。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隐士牌哦，隐士牌可以看到他可能去冰箱找吃的哦，提着灯哦。那当然也不讳言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小确幸啊，在生活中有一些小确幸，你会察觉到说，诶，我现在可以允许我的身体去想要吃什么就去吃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身体想要告诉我的讯息。我能不能去爱我自己？透过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让我的行动力得以彰显。对，有时候我们光想是没有办法的嘛，但是我们去做一个小小的行动，那一点一滴的行动就会塑造出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那首先是那个能量可否爱自己，就是我去听从我的想法，然后去知道我这一步，我现在这个状态，希望去达到做什么目标。所以这也象征着一个短期目标的展现。对，有一个讯息是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大目标嘛，因为魔术师可能会是希望说，我希望能变得像钱币女王一样有钱，家里就是有豪宅，然后可以看到山上那个风景很好，这个豪宅的地点很好，然后里面都是金银财宝陪着我，还有宠物陪着我这样子，还有我有自己的花园庄园可以去采摘，多美好的生活，可以不用上班之类，这变成是一个长期目标或者是一个大目标，我们就会觉得有压力嘛。但是这是我们向往啊。那我们先讲回来隐士牌这一块啊，所以隐士牌是可以是其中一个讯息，可以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短期目标，我们慢慢的前进。对，我们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其中前3张牌都是蛮个人的哦。对，就是蛮自己来去思考比较多的。这也象征着说，我们是否可以先把自己的能量场稳固好，然后我们的能量稳固好，自然而然其他人也不会再跟我们就是有一些能量上面的负面思维的纠缠。但是我们的好，我们的光可以扩散出去，就像你提的这个光。那每个人的光虽然很微弱，但是慢慢的扩张的时候，大家的能量就一起的提升。对，所以把自己的能量扫好、清洁好，是在这个时间点对地球或者是对大家都是最好的事情。对，那它也是意味着是说，你要信任每个人都在扬升的路途当中，你也是哦。所以先把自己的想法和能量稳定好。那第二个讯息是说，你在未来呢，会可以沉静下来，去看见自己内心的想法，做好自己的觉察，这就是你能收获你的好运哦。怎么说呢？因为当你能调平好你自己的想法和能量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可以怎么样子去前往你未来的道路。那还有就是你不会再有不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恐惧，因为你知道你前路可以怎么这样子前进嘛。即使今天做这个决定，你都不会再后悔。例如说什么，你允许你自己可以去冰箱找一个吃的，那你原本之前你的外在可能是希望你自己可以苗条一点，然后晚上不要吃东西，就是要减肥。对，然后你可能之前会有一个批判说，为什么我这么晚了，我又吃这个东西，让我身体这样子。你之前可能会有个批判，可是现在的你明白为什么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允许你自己的内心，允许你的身体需要这些营养和能量，那它就
不会让你再有这种跟外在内耗的这种情形，因为你知道你的决定是为什么呈现的。所以我们会变成言行灵合一哦。我的言，我说的话，我的行为，还有我的灵魂，都是这样子去思考思维的。所以你渐渐的，你的能量场也会相对纯净，因为你知道你正在做你知道的事情，你觉得对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第3章，我们的 Star，星星牌哦，星星牌就是他能明了他所向往的，然后他能去追求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远程目标。这远程目标不会造成你的一种压力，因为你之前啊会去 care 别人的远程目标。我们刚才的就是或者是说你以前会容易被其他人拉着走，那也不代表说你现在不会哦。那就是以前更严重，那你现在是比较厉害了，那这也是需要调频嘛。我们就是如何的去知道说真实的情况。现在有隐士牌的能量在帮助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说我们如何知道真实的情况，不介入其他人就是可能被拉着走的这种状态，如何让事情有所推进。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他们可能有选边站啊，或者是有多方的意见，然后最后大家都精疲力尽，没办法往前进，就是这件事情就被拖着。我们可不可以理性一点，或者是明白说我如何去按部就班的把自己的事情，把大家的事情，每个人事情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对，整合大家的意见，让事情可以推进。现在的你们是拥有这个能力的哦，还有这个调频的状态，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在受可能环境影响，或者是人的意念的影响。那有什么例子可以去说明？譬如说媒体，我们可能会听到媒体所给予的这些讯息，因为现在的媒体可能会需要点击率嘛，那它点阅率要如何上升？可能是耸动的标题，那耸动的标题几乎都是让我们看到那些最负面的，我们就会很有兴趣的去看。那这里面也象征着说，我们能否去决定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看的资讯，我们接受到一切。对，这里面的方法有这个讯息在，所以一旦你可以决定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能显化出你想要的，而且是很快速，然后又不费吹灰之力。对，然后又很纯净的，就是一种很纯净的美好。所以我们下一章是我们的圣杯十哦，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阖家欢乐，然后去看彩虹，你的10个圣杯都在你身上了，然后大家都很和和乐乐的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天。你也不再用那种很有疲惫的内耗感去承担这些压力，而是你能感受到家庭和乐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哦。那这个层面呢，是你能信任你的家人，可以跟你一同承担，一同创造美好的家园。对，那这一块当然对某些人来讲，某些可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来讲，他还是有一段距离去呈现的。但是呢，调频还有为自己好，里面有蛮多讯息的，就是如何先让自己的频率提升，然后你提升了，你稳定了，自然而然你的家的频率都会变好。那有很多的点是来自于说自省的重要，你能不能看见自己的这个状况，然后去调整你的内在。那最后一章呢，是我们的钱币女王哦，钱币女王。就像我讲的，她住在豪宅里面，又有美好的景观哦，然后又有宠物，或者是周围的好朋友啊，会来家里拜访啊。然后她的职责就是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然后去享受这一切。对，所以
未来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能享受你们美好的生活，你们想象出来的一个很好的生活。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抽一副塔罗牌，力量牌，以柔克刚，圣杯5，圣杯3，喜悦分享。调频后有什么好运呢？下一张是我们圣杯9，完整表达。哇，都是圣杯耶。对，调频完之后啊，你们的心态会越来越柔软，因为我们圣杯就是象征一种水象柔软的这种心情，你们的满足感会从内而外的散发出来。那这种感觉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们懂得维护自己的能量场，净化自己的能量场，所以当你们去分享的时候，就可以察觉到生活中的美好，去分享生活中的美好。对，那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力量牌，以柔克刚。那我觉得这也象征着说，这件事情你知道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受限到可能集体意识的影响，还有教育的影响，所以变成我们之前不是我们决定我们想成为的样子那样子的人。对，所以我们有受限到可能一些决定，受限到一些价值观的可能性，所以或者是道德被绑架了，就是这个社会不允许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我们可能必须得成为这样子的人。你是明白这个问题的，所以你渐渐的去察觉到你的内心。这一张力量牌也是大牌哦，所以你是能找到平衡的点，然后渐渐的找回到自己生命中的力量，然后渐渐的可以去分享你生活中的美好。我们圣杯9在传统塔罗是一个男士，然后后面有9个酒杯哦。那这张牌呢，他说完整表达，那它也象征着跟圣杯3一样，也是一种喜悦分享的愉悦，因为你拥有很多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你也愿意去分享你的美好、你的喜悦，所以你会知道你自己是充满富足的能量。所以下一章我们圣杯骑士，你可以往你的梦想前进，你可以往你自己想要前进的目标大步迈进哦，然后是很悠哉去感受的，这些事情都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对，其实之前我们会想要去调频，就是生活中有各种挑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压力，但是因为地球在扬升哦，它想告诉我们，宇宙想要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事情啊，不用那么的担心，因为我们来地球是来享受快乐的，不要忘记我们来地球的一个目的。所以你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目的，你会逐渐的找回你自己，你会找回你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抽，这是我新买的牌卡，这是秘密出的，就秘密这本书出的这个牌卡哦。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啊，宇宙给予的讯息是什么？好，我觉得很对应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张牌卡所说的话呢，是说你的职责在于自己，你无法替他人创造人生，你不能帮别人思考。如果你强加自己的意见在别人身上，你就会吸引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让别人去开创他们想要的生活吧，把你无穷无尽的力量集中用来创造你自己最精彩的人生。很棒哦！就是我之前也有感觉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可能
因为我刚才也有说嘛，一开始就有讲，就是你们可能会把别人的遭遇啊、别人的事情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承担。对，那其实你们已经改善很多了。那因为你们是很愿意去分享爱的，这个平衡点有时候真的很困难，所以你要去有这个智慧去察觉说这个平衡点要怎么样子执行。我的建议是说，你要给别人机会求救，但是你要看得到他有没有在求救。如果他并没有要求救，我们要允许他有自己的时间线，有自己的时间点，可以去学习，不是我们觉得比较对的就是正确。因为每个人的灵魂有自己安排的时间。刚才就有讲说，前三张牌是比较顾全到自己嘛，你只要把自己的职责、享受自己的快乐，先让自己的能量在自己身上哦，你就能去让你自己这道光去感染到其他周围的人。那时候你在分享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不然你会很容易陷入别人的一个因果里面。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是很友善的，然后很为别人着想，很为别人，因为你们希望让世界更好。对，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选牌哦，我们第一张是权杖六，选择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朝同个目标前进。那如果你发现可能要沟通的时候没那么顺畅，可能你自己也要缓缓，你也要先听到别人说了什么话。对，那你发现他的意见跟你有点冲突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决定会是说，他是否符合你所想要的这个状态。如果可以有共识，就可以往前走。对，那就是有很多细节是你要去判断的。那希望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可以拿回自己无穷无尽的力量，来创造你自己最精彩人生哦。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所给予第一副牌组的所有讯息，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张圣杯一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副牌组对应的星座讯息，可能有哪些星座？我们的牡羊座，然后一点点摩羯的能量，我们天秤座，还有一点点天蝎的能量。好。我们的水瓶座，好，对，我们水瓶座，一点点摩羯的能量，OK，巨蟹座，一点点处女的能量，巨蟹座，一点点金牛的能量，好，对，水瓶的能量很多，牡羊、水瓶、天秤座。OK，那星座只是参考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看有没有对应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好，圣杯女王、审判牌、节制牌。钱币十的逆位。好，宝剑一。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在近期啊，有几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有些朋友是钱财卡住了，然后
他的这一笔花费呢，是需要去决定怎么样子去运用的。那另外的讯息呢，是说可能在最近有一种钱财流动的很快，就是有大笔的钱财进来，但是也有大笔的钱财也需要去花费出去的这种状况，所以变成是说，你生活上面的平衡是要有一些智慧去节约的，去决策的。对，那你会感觉到有一些不安，有一些忧郁的层面在里面，但是其实你的生活品质是不错的哦。那再来是说，还有一个讯息是有关家庭的这种情形，近期家庭成员是有波动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家庭的成员是有增加或者是减少的这种情况。对，那还有部分朋友近期的状态是有面临要不要离婚的这种状态。对，就是有提到说要开始新的人生，可是这个决定也让你非常的纠结，你还在寻找你内心的平衡。好，那总结一下副牌组近期的能量呢，可能是你还在寻求外在跟内在的一个平衡，目前生活周遭可能遇到一些情况，你还在衡量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子达到这种平衡。那这样子的状态，其实让你有感觉到有一些不安的层面，你有很担心你没有办法去 handle 好这一次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课题对于你来说有点大，有点困难，你会有一些执着的层面在里面，会没办法说放下就放下。那你会感觉到每一个选择都有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对，那这个一体两面的事件，在这样子的课题当中，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太巨大了，有点太沉重了。好，这就是第二副牌组近期可能面对的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啊，可以怎么样做来去调平我们的能量呢？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梅花八哦，可以怎么做来去调平我们的能量呢？来迎接我们生活中的丰盛和好运。我们第二张是我们红心 A， 第三张是我们的红心 Q， 第三张是我们的红心3。我们要如何去调平我们的能量呢？好，这一张是我们梅花 J。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是被梅花所包围的这种牌组哦，所以也象征着说，你们的这件事情是跟行动有关联的。那红心在中间，也象征着说，你们的情感是很丰沛的。那我们第一章是我们的重聚哦，里面的这个调频的状态呢，它其实是希望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可以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去跟其他人去有一些流动。你们有很多想法，都是在自己内心里面的。其实，在近期啊，可能你会遇到一个老朋友，或者是一个你可以倾诉的对象，让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发表你困扰的事情，因为至少要宣泄你的压力，你可能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你不见得是需要别人的一个指引或帮助，但是你需要将你的一些很沉重的能量消化，对，然后里面当然是可以去找更专业的人来去
消化你的这些能量。对，那里面的状态是说，其实它有更多的是讲周围的朋友都很愿意来去聆听你的一个状态，你所困扰的事情，但是其实你是不喜欢去麻烦到别人的。对，然后他也有一个讯息是说，如果你要让这事情的呈现是好的结果的话，不要着急哦。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在这一段过程让你会觉得有点没那么快速，但是它还在，消息还在路上。对，那它这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讯息。你要去做的调频，可能是你的心要去放宽，你要相信未来的这个事件的状态是好的，你要信任宇宙所给予你的礼物哦。那这是其中一个讯息。那第二个讯息是说，其实你周遭很关心你的人，你有很多很关心你的人，然后即使是普通人，就是平常没有联络的，都对你印象很好，就是他会是来主动来帮忙你的人，就是大家会很主动来去关心你，然后你人缘也很好，你其实不喜欢将自己的一些很沉重的麻烦，你不喜欢麻烦别人，让他们去操心。那其实，在这一块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一开始选的牌啊是圣杯一，其实它后面的瀑布也象征着说某一种流动哦，你是需要将你的情感去流动的，然后让你得以去舒缓你可能本来的一些很沉重的感受。如果你压抑太久的话，其实他的压力会猛然的爆发出来，在某一个哪一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再爆发出来，所以你不应该独自去承受哦。那你要信任未来的状况会是美好的。嗯，就是我们第二章一开始选到第二张审判牌，它因为它是逆位，所以这也象征着有些事情没有被传达出去，你可能不那么相信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哦，所以才会有这一章的呈现。你会一个人去扛起某些蛮沉重的负担，某些你觉得该忧虑的事情。对，但是你的牌面是很好的哦，如果你需要别人帮忙，说一声，大家都会去聆听到你所要去表达的事情。对，那这是关于你们的好运如何显化出来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啊，做好这个调频的话呢，会迎接什么样子的好运呢？我们的钱币二，钱币六，好，教皇牌。做好这个调频会有什么好运发生呢？好，钱币九。OK，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说，的确，因为我们一开始最吸引我的是圣杯四哦，所以这也象征着说你们不想要去麻烦别人。那刚才有一个讯息是说，有些部分朋友是受困到金钱的这个状态，那你们真的是要去可能寻找帮助啦。对，其实大家会愿意帮助你，但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需要帮助。对，那其实你周遭的贵人都是很多的，然后你做好这个调频呢，就是你会让自己可以平衡你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你要放下你的一个内心的忧虑，其实未来日子会是越来越丰盛的哦。那你也会遇到
女性贵人，或者是那种不经意的帮忙，你会收获到一笔钱哦。就是这里的象征不，我觉得有2个讯息，一个当然是你跟别人去周转，可能你去跟朋友来去借了一笔现金，他愿意去帮助你。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近期的事情，是你没有想过的一笔钱就来到你的户头，这是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就是你的相信，你信任宇宙的这个状况，它会让你在近期的时候有一笔让你感觉到哦松一口气的感觉哦，让你平衡的一个金钱会来到你生活当中哦。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们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很容易恐慌或不安，或感觉到自己必须得担心什么。对，那其实你们要放宽心哦。当你们调频完之后，你会发现宇宙或者是很多人会在你生活中呈现出来，你要信任或愿意相信的点，你希望呈现的状态。对，那你当然也需要主动的去寻求帮忙，让别人知道你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想要推进的事情，你也要有所行动，让大家知道哦，你是可以有这些能力的，然后让大家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好，那里面第2副牌组的朋友呢，你近期会收获到一笔金钱，是可以让你平衡，或者是感受到富足，然后不再忧虑的。那这个是蛮神奇的哦，它是一种生活中的魔法，因为你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就是你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钱财会进入你的生活。第2副牌组的朋友，教皇牌在这里呢，其实是要讲说，你会获得到一个很好的指引，让你去度过你的挑战，然后去得到很多新的一个智慧哦。因为我们教皇牌是充满智慧的，是可以帮助你往正确的道路前进，或者是他会告诉你你所困扰的事情如何去解决，所以最终你这件事情是可以顺利的度过的。最后你是可以像这一张牌我们的钱币九一样，可以很悠闲自在的度过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生活。如果你没有常常去做一些交流的话，其实你会无形之中让自己的能量会卡在某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在这副牌组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流动性和平衡性。你要多去跟其他人做一个交流，因为有感觉到你周围是很多贵人的，你在这段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新的能量去刺激、去流动的，然后你周围也有这个机会让你可以去流动。那近期第2副牌组如果是需要学习的话，你们的学习运也是很好，你们再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或技能的话，会非常顺利哦。那这个状态会让你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可以让你们去跨越很多新的障碍。所以之前可能遇到的事情是来帮助你推进你往你的人生使命道路前进的。所以我们中间的这张牌是我们的教皇牌，可能你目前是需要透过跟很多人的交流，才可以察觉到你真正想要去成为的样子或前进的道路是什么。就你现在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然后你之前会为了一些物质上面的东西而没办法去察觉到这些事情，那这是其中一个讯息哦。就是这个讯息不是给到全部的人，那这个讯息是说可能你还在寻找你的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使命，那可能近期会有一个推进，让你察觉到你应该要去接住这个杯子，然后让你真的感受到幸福和美满和快乐的一个生活。这是一个
充满丰盛的一种状态，让你察觉到你自己可能想要成为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因为你可能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或者是说未来你是可以去发钱币给大家的，有钱到这样子的，就是你有钱到可以去帮助到其他人的，对，而不是另外一个讯息是你可能会收获到一笔金钱，对，未来的你是拥有这样子的影响力，所以，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你要活用你周遭的人脉。你要去跨越出来，让大家认识到你，这是要有一些行动的。对，那现在的这个好运正在浮现当中哦，有感觉到这个运气是运转当中的，因为你要怎么样子选择，它都会是一个挺好的状态。那有部分朋友是还在寻找自己的一个人生道路、人生的使命哦。好，那我们下一副牌组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调频后的状态会是如何？宝剑侍卫，无谓的探究哦。我们第二副牌组调频后的状态会是如何呢？圣杯六，热心助人。宝剑三，去无存精。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调频完之后，会获得怎样子的幸运生活呢？时来运转。好，钱币五时来运转。我们先讲时来运转这个部分啊，五个钱币在这边，然后去做你能察觉到的事情，你能去看到、察觉到很多的机会来临，然后你能明白可能别人需要什么，然后你能明白你自己本身的一些障碍是什么，它可以去帮你破除掉你可能过去一直没有办法前往的这种状态，会被你一一扫除掉。你会透过跟人的相处去理解到其他人需要什么，然后去给予到别人所需要的。跟第一副牌组就有点不一样哦。第一副牌组可能是过度的承担别人的责任，但你们是需要去做这个流动，来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当你们去给予爱的同时，别人会让这个能量去运转到你们身上，所以最后你们想显化的事情，或者是你们有那种成就感的体现，就会浮现上来。对，然后你们渐渐的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因为有时候你们会有所限制吧，但是未来的你们会在某一个学问上面，或者是某一个项目上面会很专业，会很精进，你们会很愿意去探究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们可以成为别人一种，呃，你们能帮助到别人，然后用自己的专业去发挥所长，对，然后之前的那个能量，可能是钱财能量啊，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卡住啊、卡顿啊，未来都不会是问题，因为你们可能要开始去信任宇宙，然后去多跟外界有一些流动性，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哦。好，那接下来呢是我的新的一副牌组，这是《秘密》这本书所做的一个牌组哦，是新牌哦。好，那我们用这一副牌卡来抽牌哦，请宇宙给予我们第二副牌组一些讯息。好，这张牌卡呢是
你有能力缔造世界和平。这个世界会变化，我们的地球会变化，如同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变化。一个人可以鼓舞许多其他人，他们在鼓舞数千人，数千人鼓舞数百万人，数百万人鼓舞数十亿人。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为地球带来和平、和谐、和睦。好，那其实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刚才也有说到这件事情，你们是跟人是有相关的，然后再加上一开始有抽到这个教皇牌哦，你们可能是具备大使命的人，那其实一点一点的让自己的美好、自己散发的光芒去感染这个世界，你们就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去鼓舞到很多人。你们是具备影响力的，你们可能自己有没有想象得到自己有那么大的能量？对，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去，呃，会去给你，当然是会让你感受到蛮多挑战，但是在这样子的流动当中，你会去无存菁掉你自己所困扰的事情，因为我们教学相长嘛，你在给予别人的同时，其实你的内心也会产生很多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是让你学习到很多的智慧。所以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他这副牌是要告诉你不要害怕去跟别人接触哦。对，你的人生使命可能是要去发挥你的光芒，去给予其他人的。你是像这个教皇牌一样去影响其他人的存在哦。对，最后你会得来自己的丰盛，无论是心灵上面的还是物质上面，都会有时来运转的这种状态。好，那这就是我给予到第二副牌组所有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是这张时间之轮哦。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对应的星座有哪些？我们的摩羯座，然后一点点金牛的能量哦，水瓶座和一些牡羊座，然后处女座、巨蟹座跟双子座，对，双子座跟一点点射手座的能量。好，金牛座，好，双子座。好，那星座只是参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做一个对应的参照哦。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看一下有没有对应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星星、塔的逆位、权杖十、宝剑九的逆位，很好。圣杯十，好。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近期你们的能量，过去可能日复一日，可能一直在进行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在经营的一些事情当中，可能在过往发生一个很突如其来的事情，算是很打击到，或者是让你的价值观和一些观念重新颠覆，你重新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全部的事件了。虽然那样子的颠覆对你来讲算是一个蛮大的惊吓，
对，那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能量，很大、很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可是你也从这个感受里面去察觉到感恩的心，你会去明白真正留下来的感受，真正留下来的一个价值。你重新定义了你人生的一些价值，因为过往的这个事件，你曾经的这个过往的事件，以往你去进行人生的一个目标，进行的一个人生价值，然后进行的一个方向。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它算是一个蛮崩塌的一个状态，但是你重新定义了你对很多事情的一个见解和态度，然后去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它。那种感觉很像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两张牌其实真的是很像，它还是满天星斗，但是你收获到的是更多的感受，更多的情感。以前你可能是独自打拼哦，独自去奉献的，可是现在的你啊，拥有了更多。你明白你自己的价值，那也象征说你过往的这一段过程哦，被你框在这里的这个过程，它总算过去了哦。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精彩，然后是一个印象深刻、很颠覆的一个状态。它好像让你醒来，明白说你已经这么接近山顶了，如何到达那个山顶，然后如何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因为它是让你更认识了你的人生。没有这些过往，不会让你察觉到你真正想要的状态。对，那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充满智慧的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那如何去调频我们的一个频率，让我们去享受我们希望达到的生活呢？好，梅花六，我们第三副牌组梅花 A，如何去调频，然后去迎接属于第三副牌组的好运呢？黑桃 A，方块 J，方块 Q。好，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要如何做到调频呢？然后来去迎接我们丰盛的人生哦。其实啊，你们周围都是一直有美好的、意想不到的钱财在你们周围哦。那你们跟人家合作啊、洽谈都是很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对，然后有些朋友就是在第三副牌组的部分朋友啊，你们是可以做中间人，然后去做协调的，也是做得很好的那一种。你们总是可以成为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很信任的存在，对，然后大家愿意去跟你合作，然后大家会觉得你的美好，你的体贴，就是你会给很多人一种很信任的这种状态。但是过往的事情哦，里面的调频要讲是说，因为你们会在意过往的一个失败和挫折，所以有时候频率会很高，但有时候会受到这个挫折的影响，让你们感觉到不安，或者是你们会去抓到自己某些执着的层面。但牌卡是要跟你们讲，你们呃家庭是很美满的，或者是说你们周围的能量是很好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在你周围发生，然后周围宇宙也会给很多机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包含合作的人啊，或者是合作的项目，或者是即将要来临的一些惊喜。对，因为你的关卡已经过掉了，那你如何去创造你未来的生活，其实是你要去跟自己内在有一些平衡，然后跟自己的内在去理解它。那你需要原谅你自己哦，对，因为在过往的这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当然会想要去克服掉自己，想要去迎战那些让我们恐惧的事情、恐惧不安的事情。对，所以你这些能量、恐惧会去占据你很多心理的层面。那宇宙是，那在这边的话，你的调频很大的作用就是你要去看见这些你所恐惧的，让它成为中性的状态。虽然有点不容易哦，那个中性可能是说，我被骗了，对，但以前你遇到我被骗了，或者是我受挫折了之类的，你可能是会说，我怎么可以被骗？我那时候怎么会那么傻？你会多了一个批判和后悔的情绪，让自己没办法脱离那个情境当中。那这里就会变成说，你没办法原谅过往的自己、过往的事件。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时、那个当下已经做出最好的状态了，不然你无法收获到宇宙给予你那么多美好的事情。你是能察觉到的，而且你也重生了哦。我们的时间之轮，你正在蜕皮哦，我们的蛇在这里，你正在褪去你过往的一些印记，还有一些伤痕，你呈现的是一个重生的你自己。我们的蝴蝶也象征一种蜕变，一种重生的能量，所以你已经完成了。10号也代表完成了这件事情，完成了。我们权杖十中间也是十，它也代表完成了。那2张 S 在中间呢，它其实代表说，合作的可能，合作的联盟，它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你会看到了很多潜在的机会哦。你现在的状况比较是一种忽高忽低，有时候很好，但有时候就会要看事件啦，你就会不自觉的在那里紧张、忧虑，对，会有一些浮动在你的生活体现，所以在注意到这个情况啊，对，因为你对待别人是很友善的，然后很注重承诺，很注重自己可能要答应别人的事情，那你就会如期如约的为别人呈现，所以你的优势是很大的，周围的人也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总是会帮助你，然后你周遭有很多很和谐的能量，对，因为你也不喜欢去麻烦别人哦。跟第二组也是不喜欢麻烦别人，但你跟他有点不一样，就是你会真的自己承担呢，你会自己承担很多事情，然后是真的不说出来的，对，然后但是你周遭的能量是非常好的哦，现在的你啊，可以跟大家一同的前往同一个目标，然后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很放心的去前进你要呈现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啊，就是当我们一直调频，当我们调频完了，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状态提升了，对待生活的心理状态提升了之后，我们会迎接什么样子的好运呢？好，第一张我们力量牌哦，又是一张时间之轮，哇，权杖六。
正义牌来临，很多大牌耶，也是三张大牌哦。我们最后一张，我们的钱币十。当你们调频，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调频的越来越放松和 OK 的时候，你们会迎接来很多生命中的美好。有部分朋友可能在过往啊，因为遭遇到了这些挫折，可能是类似于说被人家背叛的，那是突如其来的一种挫折感，或者是不安、失落都有。但是未来的你们啊，其实因为我们又抽到一次时间之轮，我觉得宇宙真的是想告诉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有好多10号，你知道吗？就是圣杯十、钱币十，然后我们时间之轮，那这都在象征着说啊，还有我们一开始时间之轮，这都在象征着说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新的旅程了。这是一个结束了，过去的这件事情是结束了。那我们从零开始，是增加的途中的，所以你们曾经的低谷，现在就是慢慢的去收获，用崭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每一天。那你要相信哦，你曾经做的所有的美好，因为你过去是很奉献的，但是宇宙为了要增加你的觉知，为了要让你提升，为了要让你的觉察被打开，让你变敏感，或者是得到某些能力，你遭遇了这样子的事件，过往的这个事件，对，但是你过往的事情是没有白费的啊，你过往所给予别人的美好，它会如数的再赋予给你。以前失去的能量会再回到你身上，所以你只是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课程而已。对你，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力量牌，所以你会明白你是多么的努力，多么有毅力去克服了种种的障碍，还有心境上面的变化。你会用很平和的方式去看过去可能丑陋的伤疤、丑陋的一些回忆，你跟它共存了。所以，当你心态调频的很 OK 的时候呢，你的心态越来越平稳了，你会感觉到幸福美满，你会感觉到平静、自然、自由的感受。你可以跟过往的事件和睦相处。所以，当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自由的做你自己。有些部分朋友在第三副牌组的部分朋友，可能过往有被人家诽谤啊，然后就是有乱说话的那种人。对，但是未来的你可以昂首阔步的往你的目标前进，你会在某一个领域上面获得建树。对，这是给到所有的朋友啊，就是你们都能在自己的领域上获得自己的一个成功，然后大家的认同。对，那过往被诽谤的那些朋友呢，你们不要担心，因为你们自由了，就是有一种没有任何威胁可以再威胁到你们了，你们反而找回到自己哦。以前可能会，嗯、以前的价值观跟现在不大一样，可能以前会有一些被别人所架构住的，或者是道德绑架。那现在的你们呢，是突破了，你们转变了，你们知道自己无论谁觉得你怎样，你都是这样子。你脱去了很多标签，你脱下了别人所期待你、所希望你要达到的一些目的和状态。对，就是你不再去承接其他人的目的，你只做你自己，然后你会用一种相对公正的方式来去看待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宇宙也用相对公正的方式来回应你，因为你真的很努力哦。我们看到这个牌组，其实是知道你的灵魂是不断的吸收宇宙给予的养分，或者是你从过往的事件当中，你是
真的能去汲取这一切的事情，然后转换成一个更有力量的美好，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的这张牌当然还有一个正义获得彰显嘛，彰显了你的正义是什么呢？有部分朋友是在法律上面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然后在法律上，或者是你会得到内心的平衡哦。无论是不是曾经伤害你的人获得他的一个报应，还是你获得到你内心的一种自在，它都显现着说你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你会在这个过往里面原谅你自己，对吗？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说，原谅你自己，你才可以找回你自己哦。所以这个原谅，我们刚才有讲到一半的点哦，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想要去怪罪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会想要怪罪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我们希望他能去理解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某一种程度，我们是在逃避自己可能曾经犯过的错，曾经犯下的一些我们不接受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愿意去面对它，理解到说，我不需要去责怪其他人，因为我可能是透过责怪其他人来掩盖掉我不敢去面对我自己所犯下的错。当我越谴责其他人的时候，我可能就越不敢去面对我自己的伤害，我不敢去面对我自己犯的这些事情。当有这个认识，我们把注意力回来去面对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去忏悔，去看见，你会获得你自己人生的这个平衡，因为你再也不会去 care 那个伤害你的人，他未来要怎样子，因为他其实真的跟你没有关系了，你也不想要跟他有关系，对。然后你会获得你的内在的真实的一个正见，然后真知灼见啦，然后你会感受到你内在的一个踏实。这样子，你未来生活会不好吗？你看家庭和乐还两张，一个是圣杯十，一个是圣钱币十，所以物质、情感方面，家庭都会很和谐和乐。然后你想要守护的家庭也得以彰显出来。对，所以你会感觉到你所希望的生活未来铺陈在你的面前，展现在你的面前。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所给予的讯息。当我们可以调频、调整我们的频率的话呢，当我们可以调整我的频率的话呢，未来会有什么好运呈现？哇，又一张权杖六，胜券在握。你们做很多事情都会很有底气，然后也是重见天日哦。太阳就是像我们正义牌啊，你们的正义会获得彰显哦，你们正义会回来，然后所有可能泼在你身上的一些污水啊，或者是谩骂啊，或者是不理解，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真实的情况，大家都会知道真相。我觉得这对你而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哦。你也会觉得很多事情跟以前不一样，可以好好的大呼一口气，就是被人家误解误会的这种情形也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圣杯四，
你会内观自省，然后去察觉到你自己平衡的那个状态啦，你会找到那个平衡。对，圣杯皇帝，你会去察觉到合适的情形，因地制宜哦。给予事件、给予环境一个合适的反应。以前可能会觉得很挫折或者是挫败的事情，都会用新的眼光来去看待。对，圣杯二，这是跟这个很对应哦，就是我们的跟合作很对应。那这也是呃有关婚礼或者是情感更深层一步的象征。所以有部分朋友呢，有部分朋友是跟情感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然后会有进展，感情是会有进展的。那有部分朋友是会迎来一个很好的合作，就是或者是说你们跟很多人相处的合作都会是非常舒服的状态，你会有很多机会是可以跟其他人一起达成的项目，然后把这个项目发展的越来越好。对，那还有部分朋友是遇到灵魂伴侣、灵魂家人的这种状况，就志同道合的伙伴。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副牌组哦。下一副牌卡呢是我们的秘密这本书所创建的牌卡。我们现在请宇宙为我们抽取，给予第三副牌组的一个建议哦。好，这张牌卡很漂亮哦。这张牌卡叫做现在就选择幸福。抗拒会阻碍你的愿望实现。当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而开始感到焦虑而烦恼时，就是在创造抗拒和阻碍。只要在愿望还没实现之前，现在找到一种感觉幸福快乐的方式，你就可以消除这些创造抗拒、阻挡心愿的负面感受。对，我们消化一下这个讯息哦。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很能理解，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你们会自责啊，你们会焦虑或不安啊，会抓一些可能过往的一些相似的点，然后你就在想是不是又再来一次这种感觉。那这个焦虑和不安，其实是在创造这个抗拒和阻碍，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现实想要获得的愿望得到实现，因为你们是想要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对，就是我们的圣杯十和钱币十啊，物质财富自由啊，然后大家身体健康啊，家人平平安安啊，这就是我们很向往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去调整我们的频率，首先就是要选择幸福哦，选择幸福的意念，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愿望，你希望的状态，然后去慢慢的消化掉你可能那些不安，或者是你的负面感受，这是要一点一滴的去调整的。对，然后你如果还没有，你还在等待你的正义来临的话，你不要执着那个会不会来临，而是你要相信，你现在就要知道你是平衡的，你现在就要知道说，他们那些回报你的人讲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的，你不用为你的清白去辩驳，OK 吗？你要去信任你本身是什么。对，你去消除那些担忧，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怎样怎样？对，你要重新找回你自己的自由，找回你自己的价值，撕掉你之前的标签。
你不再受别人摆布和操控了，你就是昂首阔步的往前大步前进哦。所以现在就选择你的幸福，你的愿望会实现。好，这就是我为第三副牌组所传达的所有讯息哦，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